一开始完全没有想到巫师3中泛滥成灾的类虫生物奇奇魔，其斯拉夫神话原型奇奇摩拉竟然和游戏里的形象相差108000里，相似度几乎为零，可以说这是形象被颠覆的最彻底的怪物之一。那么从民间传说到猎魔人小说，再到巫师系列游戏，奇奇摩拉究竟是怎么样一步一步演变成陶森特里危害一方的怪物的呢？首先，猎魔人小说里出场的大部分怪物都取材自各地神话或民间传说，作者自然是不会放过自家斯拉夫神话里的那些生物。在斯拉夫神话及民间传说中，有一种家世妖精叫奇奇摩拉，她是多么沃伊的女性变体，人们相信她源于未受洗的婴儿或流产的胎儿。她的形象多变，但多半是衣衫褴褛、邋遢丑陋的老妇人形象。有的故事里，她伤害家畜、打破碗碟、制造噪音、故意折磨睡觉的人。但无论是在哪个版本，都和猎魔人小说里对奇奇魔的描述大相径庭。在小说第1卷第3节《雾隐恶晓》里，对奇奇魔的描写是这样的：那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作者把一个家世妖精写成一个蜘蛛一样的怪物呢？关键转折点可能藏在一名生物学家的发现里。一个冷知识，生物学家埃斯科夫在1988年发现并命名了一个全新的蜘蛛物种，学名就叫 Kikimora plastris， 直接借用了奇奇摩拉的名字。这下原本只属于民间传说中的奇奇摩拉正式和蜘蛛节肢动物扯上了关系。而猎魔人作者在创作的时候并没有照搬斯拉夫神话里家世妖精的设定，而是把奇奇魔塑造成蜘蛛一样的怪物，很可能就是顺着生物学界用 Kikimora 给蜘蛛命名的思路，直接把奇奇魔重新定义成了类虫生物。再加上猎魔人前2卷短篇集本身就是有把传统童话进行黑暗化重构，那在这些故事中把家世妖精改成吃人的怪物也就不奇怪了。后来 CDPR 拿到了猎魔人的游戏改编权，在制作巫师1的过程中，按照游戏怪物设定集的说法，制作组一开始就想在游戏里加入巨型节肢动物，但不能是现实生物的单纯放大版，而且有人提议要做一种拥有完整社会结构的群居怪物，像白蚁、蚂蚁那样有分工、有族群。所以在巫师1中的奇奇魔被分成了3个层级，分别是奇奇魔女王、奇奇魔战士和奇奇魔工兵，三者的外形特征区别非常明显，一眼就能分清。最低等的奇奇魔工兵体型最小，身形纤细，外壳暗沉泛红，肢体单薄，没有夸张的巨鳌和硬甲，负责觅食打杂，属于族群里的底层劳动力。按照法师多瑞加雷所著的《类虫生物的奇妙世界》里的说法，奇奇魔工兵很少出现在人类聚落附近，也只有在受到威胁时才会攻击。虽然设定上是这么说，但其实这是屁话。在第3章维吉玛的夜晚，走2步就能看见地里钻出几个奇奇魔工兵，跟着火系一帮的人一起围攻杰洛特。维吉玛那可是泰莫利亚的首都啊，那人能算少吗？不管是在维吉玛城里还是在郊外的沼泽，从他们面前走过，他们绝对会主动攻击，跟多瑞加雷说的完全不一样。更高级一点的奇奇魔战士体型比工兵要大1圈，躯体粗壮厚重，甲壳坚硬，前肢进化成锋利的巨鳌和刃足，且前肢的红色更为显眼，背上还长有尖刺，攻击性拉满，负责守卫巢穴，抵御入侵者，是族群的战斗担当。常见于维吉玛城郊的沼泽地区，打起来很费劲，身板太硬了，靠燃烧加强击来上几套才能解决一个，要是被群殴的话，那真是汗流浃背。而最高等的奇奇魔女王体型则是3者里最庞大、最臃肿的，躯体肥硕鼓胀，外壳厚重，深藏于巢穴的最深处，唯一的使命就是不断产卵，维系整个奇奇魔族群的繁衍，是整个虫族的核心。但出场画面极少，作为巫师1里的 BOSS 级怪物，只有在第3章结尾的火系一帮基地下方的巢穴里才能遇到它，正面作战几乎打不过，碰一下杰洛特直接暴毙，体验堪比魂游。好在剧情里可以用阿尔德法印让隧道坍塌，直接把女王压扁。看得出来，在巫师1里奇奇魔的塑造真的是把蚁群社会贯彻到底，分工明确，外形差异化拉满，设计非常用心。可惜就是吃了10代的亏啊，建模没有办法跟现在的游戏相比。到了巫师3，奇奇魔在陶森特重新登场，本以为会得到进一步的完善，结果却恰恰相反。首先最明显的，奇奇魔女王直接彻底退场，完全不再登场。整个族群的社会结构虽然在图鉴里还有提及，但女王的身影再也看不到了。剩下的只有奇奇魔战士和奇奇魔工兵2种。诚然，巫师3的建模精细度肯定是要比巫师1好太多，但敷衍的地方就在于2代对比，
能明显看出来3代的战士和工兵建模几乎用的是同一个模板，仅仅是放大缩小与颜色深浅的区别，外形纹路、甲壳样式、肢体结构几乎一模一样，没有了巫师1那种明显的体态、器官、装甲的差异。曾经层次分明、充满虫族社会感的奇奇魔族群，在巫师3里直接被简化成了2种大号小号的路边怪物，设计深度和世界观的完整度反而不如前作。在横向对比3代本体中同为类虫生物的安德莱格，分工不同的3种安德莱格各有各的样，而到了 DLC 里分工不同的奇奇魔怎么就趋于一致了呢？为数不多的亮点就在于战斗难度的整体提升，和巫师1相比，巫师3的奇奇魔毒性明显增强，打一会儿毒性条直接拉满，开始慢慢扣血。对于喜欢喝煎药的玩家来说相当不友好，一口白蜂蜜下去毒性是没了，但是煎药效果也没了。所以综合来说很难评价3代的奇奇魔，你说它完全不如前作吧，也不至于，毕竟毒性一拉满，战斗确实刺激，偶尔还会手忙脚乱的满背包找白蜂蜜。但你说它有多好吧，那女王的消失和剑魔的同质化又很难不让人怀疑这是不是经费烧光、工期到头的无奈之举。这也许就是奇奇魔的遗憾吧，不是说哪里不好，而是有些地方本可以更好，真的是可惜了。那么关于猎魔人世界中的其他怪物就下期再见啦，我是林泉安华，感谢大家的观看。